距離2027年的春分只剩下不到9個月，而就在這短短9個月裡，有一位曾經的考古學家帶來了他口中昴宿星最高級別的警告。他說，亞特蘭蒂斯的悲劇正在我們眼前一幕一幕的重演，而更讓人不安的是，他說每一個人靈魂深處最關鍵的那一次抉擇，其實已經過去了。這位學者究竟是誰？我們先按下不表，我們只知道他曾經是一名在世界各地的遺址裡挖了大半輩子土的人。他相信教科書，相信碳14定年，相信人類是從茹毛飲血一步一步爬到今天的。他曾經以為自己会在某一個塵土飛揚的探方裡安安穩穩地度過一生，直到有一天，他在自己親手挖出的東西面前再也說服不了自己。他開始失眠，開始反覆翻看那些被主流刻意忽略的報告，開始懷疑自己窮盡半生所相信的那套人類史會不會從一開始就缺了最關鍵的一頁。最後，他選擇離開了學術界，隱去了姓名，然後開始說一些在同行眼中近乎瘋狂的話。他說，我們腳下這顆星球的真實歷史遠比我們被告知的要古老，要輝煌，也要悲傷得多。他說，有一個文明曾經站在我們今天連做夢都不敢想的高度，掌握着我們至今都無法複製的力量，卻在短短一晝夜之間，連同整片大陸一起沉進了大西洋冰冷的海底，從此只活在傳說裡。而他最想提醒我們的是，那個文明覆滅前的最後時刻和我們此刻所處的2026年像得可怕。今天就讓我們順着這位前考古學家的目光，一起走進這場橫跨13000年的警告。我們會發現，這不只是一個關於遠古的故事，這更像是一封被人從1萬多年前一直寄到我們手上的現實的信。我們先從天上的一群星星說起。在金牛座的方向，有一個距離地球大約440光年的疏散星團，在中国古代，它叫做昴宿，是28宿之一。而在西方，它有一個更詩意的名字，七姐妹。可是，如果你在一個沒有光害的夜晚抬頭仔細數一數，你會發現一件奇怪的事情。在絕大多數人的肉眼裡，這個星團清清楚楚能看見的，其實只有6顆星。既然只有6顆，那為什麼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異口同聲地把它叫做七姐妹呢？這就是天文學上著名的失落的昴宿之謎。古希臘人說，七姐妹裡有一個嫁給了凡人，羞愧地躲了起來，所以我們只看得到6個。澳洲的原住民有七姐妹的傳說，北美的切罗基人說，他們的祖先就是從昴宿星乘着光來到地球的。日本人把它叫做卯，非洲的部落，南美的瑪雅人，紐西蘭的毛利人，全都流傳着關於這7個姐妹的故事。一個橫跨了5大洲，跨越了至少1萬年的集體記憶，竟然不約而同地記得那顆我們今天已經看不太清楚的第7顆星。這位前考古學家說，這不是巧合。他說，當全人類在還沒有文字交流的遠古時代，就共享了同一個關於七姐妹的記憶。這只能說明一件事，我們和那片星空之間有着某種被刻意遺忘，卻又烙印在血脈深處的連結，而這個連結的鑰匙就藏在那個沉默的文明裡。要說亞特蘭蒂斯，我們得先回到這個傳說真正的源頭。它並不是現代人憑空編出來的，而是出自2000多年前那位古希臘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柏拉圖的筆下。在柏拉圖晚年的2篇對話錄裡，他借由一位埃及老祭司的口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那道被稱為海格力斯之柱，也就是今天直布羅陀海峽以西的大西洋上，曾經有一座巨大的島嶼，比當時人們所知的整個世界加起來還要遼闊。這座島嶼就是亞特蘭蒂斯。柏拉圖描述的極其具體，他說，亞特蘭蒂斯的首都是由一圈一圈的陸地和海水交替環繞而成的，就像射箭的靶心一樣，一環套着一環。在最中央的小島上，矗立着供奉海神波塞冬的宏偉神廟，外牆包裹着白銀，殿頂鋪滿黃金。他們開鑿了寬闊的運河，連通了海洋與內陸。他們擁有取之不盡的礦產，其中包括一種今天我們已經完全找不到的閃着紅光的神秘金屬。他們的舰隊縱橫四海，他們的疆域一度擴張到了歐洲與北非的大片土地。可是
柏拉圖筆下的這個強大帝國，最後卻走向了傲慢與貪婪。他們不再滿足於自己已經擁有的一切，野心勃勃地想要去征服更遙遠的土地。終於，在一場進攻古雅典失敗之後，神對他們的墮落降下了懲罰。在一個可怕的晝夜之間，劇烈的地震與洪水席捲了這座島嶼，整個亞特蘭蒂斯連同它所有的輝煌，就這樣徹底沉入了海底。而柏拉圖透過那位埃及祭司給出的時間，是這件事發生在當時的9000多年前，換算下來，差不多就是11000多年前。讓這位學者徹底改變想法的是海裡的一道牆。時間回到1968年，在大西洋巴哈馬群島的比米尼島附近，幾位潛水者在淺淺的海水下面發現了一排排巨大而方正的石塊，它們整整齊齊地排列着，像是一條被海水淹沒的道路，又像是某座宏偉建築的地基。後來人們把它叫做比米尼大牆或者比米尼之路。這件事之所以讓人震撼，是因為早在20多年前，一位美國的預言家就一個字一個字地預言過它。這位預言家叫凱西，被後世稱為睡着的預言家。凱西的故事本身就是一個謎。他出生在19世紀末美國肯塔基州的一個普通農家，從小並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可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擁有了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他只要平躺下來，讓自己進入一種類似睡眠的催眠狀態，就能回答各種他清醒時根本不可能知道答案的問題。最開始，人們找他是為了治病，一個個被當時的醫生判了死刑的病人被推到他的面前，而沉睡中的凱西能夠準確地說出這些素未謀面的病人身體裡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又該用什麼樣的方法去醫治。許多人就這樣奇蹟般地被他救了回來。漸漸的，他被問的問題越來越廣，從疾病到前世，到地球的遠古歷史，再到人類的未來。他甚至在沉睡中準確地預言了2次世界大戰的開始與結束。在他的一生中，他留下了超過14000份这樣的解讀記錄，每一份都被仔細的記錄編號保存到了今天，而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都和同一個主題有關，那就是亞特蘭蒂斯。他早在1940年前後就斷言，那個失落的文明會在1968年到1969年之間，從比米尼島附近的海底重新浮現。當比米尼之路真的在1968年被發現的時候，這位前考古學家說，他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腳下的整個知識體系開始搖晃了。因為凱西反覆透視的那個文明，正是柏拉圖記載過的那個一晝夜之間沉入海底的傳奇之國亞特蘭蒂斯，而比米尼之路還只是一個開始。這位前考古學家說，真正讓他夜不能寐的是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怎麼也塞不進主流時間線的東西。比如，有一張繪制於16世紀初的古地圖，上面竟然清清楚楚地畫出了南極洲的海岸線。可問題是，南極洲是直到1820年前後才被人類正式發現的，而那片海岸線在今天是被厚厚的冰層覆蓋着的。換句話說，那張古地圖所依據的原始資料，描繪的竟然是一個還沒有被冰封住的遠古的南極。是誰在那麼遙遠的年代就已經測繪過一個無冰的南極大陸？再比如，在今天的土耳其，有一處叫做戈貝克利什鎮的遺址，它的年代被測定為距今至少11000年以上。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在人類學會種田、學會定居、建立起所謂文明之前的好幾千年，就已經有人用幾十噸重的巨石建造起了精密排列的神廟。按照教科書的說法，那個時代的人應該還是一群拿着石器追着獵物滿地跑的採集者，可採集者又怎麼會憑空建起這樣的神廟？而最讓這位學者在意的是一個藏在全人類記憶深處的共同的噩夢。你有沒有發現，幾乎世界上每一個古老的民族都流傳着一個關於大洪水的故事？在西方是諾亞方舟，是天降大雨40晝夜淹沒了整個世界。在更古老的两河流域，是史詩裡的英雄被神警告即将到來的滅世洪水。在我們中國，是大禹治水，是那場讓先民幾乎滅頂的滔天大水。在南美，
在印度，在太平洋的島嶼上，幾乎每一個角落都不約而同地記得那一場吞沒了一切的大水。一個無冰的南極，一座超前的神廟，一道沉默的海牆，一個被全世界共同記住的大洪水，再加上那個橫跨5大洲的7姐妹的傳說。這位學者說，當他把這些怎麼也對不上的碎片全部攤在桌面上的時候，他終於不得不承認一個讓他整個職業生涯都崩塌的可能。在我們這一茬文明之前，這顆星球上曾經存在過一個我們已經徹底遺忘的高度發達的黃金時代，而那場毀滅了它的滔天大水，被所有的幸存者用各自的語言一代一代地傳唱到了今天。而那個時代最後的名字很可能就叫亞特蘭蒂斯。那麼凱西看到的亞特蘭蒂斯到底是什麼樣子？他說，那是一塊極其遼闊的大陸，西邊起於今天的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東邊一直延伸到地中海的邊緣。住在那裡的人最初是一群愛好和平的人，他們的身體和心智發展得極快，因為他們很早就明白自己只是萬物整體的一部分，所以对於身體所需要的東西，他們只從自然中取用必要的那一份，絕不貪婪。更不可思議的是，凱西說，這些亞特蘭蒂斯人不只能用身體旅行，還能用思想旅行。他們可以把自己的身體從宇宙的一個點移動到另一個點。他們掌握了一種我們今天听起來像是神話的能源技術，那是一塊巨大的水晶。凱西把它叫做圖奧伊之石，也有人把它叫做火石。這塊大水晶被安置在一座特殊的殿堂裡，能夠吸收太陽和宇宙的能量，再把這股能量輸送出去，為整座城市供電，為飛行器和潛水艇提供動力。它甚至能夠把能量精準地聚焦在人的身上，用來治療疾病，恢復活力，延長壽命。在當時，這塊水晶就是整個亞特蘭蒂斯文明的心臟。可是凱西的解讀裡還有一些更黑暗的細節。他說，亞特蘭蒂斯人不僅掌握了能源，還掌握了改造生命的技術。他們開始用這股力量去進行各種各樣的基因實驗，甚至創造出了一些半人半獸的違背自然的混種生物。他們越來越像是在扮演造物主，越来越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是他們的科技做不到的。如果故事到這裡結束，那將是一個讓人向往的烏托邦。可是凱西看到的後半段卻急轉直下。他說，亞特蘭蒂斯並不是毀於一次災難，而是先後經歷了3次。第一次大約在5萬年前，第二次在28000年前，而最後一次，也是最徹底的一次，大約發生在13000年前。最後那座最大的島嶼波塞蒂亞終於徹底地沉入了大西洋。而這3次災難的背後，凱西指向了同一個原因，那塊本來用來造福眾生的大水晶被人為地一次又一次地調到了過載的功率。失控的水晶能量攪動了整顆星球的地殼與板塊，引發了地震、火山、海嘯，甚至讓地球的2極發生了偏移。他們親手用自己最引以為傲的科技按下了自我毀滅的按鈕。而凱西看到的還不只是13000年前的那場毀滅。在他晚年的許多解讀裡，他把目光投向了一個離我們更近的未来。他預言說，隨着一個舊週期的結束，地球將會經歷一連串劇烈的變動，沉睡在海底的亞特蘭蒂斯會重新浮現。而與此同時，今天我們所熟悉的許多海岸線也將會發生改变。他甚至說，地球的2極會再一次發生偏移。很多人听到這些，第一反應就是恐懼。可這位前考古學家提醒我們，凱西真正想說的從來都不是要嚇唬誰，他想說的是，地球本身就是一個有生命、有節律的存在，它也會呼吸，也會新陳代謝。而每一次這樣的大調整，它真正想要淘汰的從來都不是某一片土地，而是某一種已經走到盡頭的舊的意識。可是水晶為什麼會被調到過載？是誰？又為了什麼要這麼做？這位前考古學家說，這才是整個亞特蘭蒂斯故事裡最值得我們今天反覆咀嚼的部分。因為在毀滅來臨之前，這個曾經和諧的文明從內部裂成了2半。在凱西的解讀裡，
當時的亞特蘭蒂斯社會分成了壁壘分明的兩派，一派被稱為一的法則的追隨者，他們相信萬物一體，相信靈性與和諧，相信科技的力量應該用來提升所有的生命，讓每一個靈魂都更靠近那個唯一的源頭。而另一派則被稱為貝利亞之子，他們追求的是權力，是物質，是支配，是把別人踩在腳下的快感。在他们眼中，科技不是用來服務眾生的，而是用来奴役，用來掠夺，用來把自己變成神的工具。這兩派之間的裂痕越來越深，越來越無法彌合。貝利亞之子越來越貪婪，他們把水晶的功率一再調高，不是為了照亮城市，而是為了打造更強大的武器，為了榨取更多的能量，為了統治更廣闊的疆土。而一的法則的人眼睜睜看着這一切，卻已經無力回天。於是這位學者說，與其說亞特蘭蒂斯是被一塊失控的水晶毀掉的，不如說它是被一場無法調和的人心的分裂毀掉的。當一個文明的內部對於什麼是善，什麼是進步，力量到底該用在哪裡，徹底分裂成兩個再也說不到一起的世界時，它的覆滅其實早就注定了。水晶只是壓垮它的最後一根稻草。說到這裡，你是不是已經隱隱感覺到哪裡不太對勁了？一個曾經和諧的文明，因為對力量的不同態度裂成了兩半，一派想用科技讓眾生提升，一派想用科技讓自己稱王。然後他們手裡那個本來能照亮世界的東西，最終變成了毀滅一切的開關。這個故事聽起來像是13000年前的遠古傳說嗎？還是說它聽起來更像是我們每天打開手機就能刷到的今天？這位前考古學家說，亞特蘭蒂斯的悲劇之所以正在重演，是因為我們的手裡又一次握住了那塊水晶，只不過這一次它換了好幾個名字，它叫核能，叫基因編輯，叫人工智慧。它們每一個都和當年那塊图奧伊之石一樣，既能把人類文明帶向前所未有的光明，也能在一念之間把我們推進萬劫不復的深淵。另一位被很多人關注的傳訊者巴夏曾經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亞特蘭蒂斯從來都不是一個已經結束的故事，它更像是一面鏡子，照出我們人類究竟會怎樣使用自己的創造力。如果我們學會了如何真正的掌控能量，掌控自己的心，那麼亞特蘭蒂斯的悲劇就不會重演。可如果我們沒有，那麼歷史就會以一種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再來一次。而凱西當年還留下了一個更驚人的說法，他說，當年那些亞特蘭蒂斯的靈魂並沒有真正的消失，他們一批又一批的轉世投胎到了我們這個時代，他們帶着前世對科技的記憶與渴望，推動着今天這一波又一波的技術爆炸。換句話說，今天站在實驗室裡，站在數據中心裡，正在親手創造着我們從未見過的力量的那些人，可能正是當年那一批在亞特蘭蒂斯按下過毀滅按鈕的人。如今他們又回來了，手裡又一次握住了那把足以改寫整個物種命運的鑰匙。就在最近这1-2年，連最前沿的人工智慧研究者都開始發出嚴肅的警告。他們說，當人工智慧開始自己設計下一代更聰明的人工智慧，當它優化自己的路徑，變得連最頂尖的人類專家都看不懂的時候，我們其實已經不知道自己創造出來的這個東西最終會把我們帶到哪裡去。有人預言，這個誰也無法回頭的臨界點，恰恰會在2026到2027年之間成熟。你看，那塊水晶的功率是不是又一次正在被我們自己的手悄悄地調高？而你只要環顧一下我們此刻所處的這個2026年，就會發現那種文明分裂前夕的氣味正變得越來越濃。世界仿佛被一道又一道看不見的裂縫切割得支離破碎，一邊是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狂奔，一個又一個過去只存在於科幻小說裡的東西正在變成現實，而另一邊是人心卻好像離彼此越來越遠，各種對立、仇恨與不信任在每一塊熒幕上被不斷的放大、發酵。我們擁有了能夠連接全世界的工具，卻好像比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加孤獨、更加焦慮，
也更加容易被點燃。這位前考古學家說，這正是最危險的時刻，因為當一個文明手裡握着足以自我毀滅的力量，內心卻又被分裂與恐懼填滿的時候，亞特蘭蒂斯的劇本距離重演，其實就只差一個被人按下的瞬間。那麼昴宿星又是在什麼時候走進這個故事的呢？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一位名叫馬西尼克的女性聲稱自己持續接收到了來自昴宿星團的讯息，她把这些讯息整理成書，其中最有名的一本被翻譯成中文，叫做《来自昴宿星的黎明使者》。在這些訊息裡，自稱昴宿星人的存有說了一句讓人印象深刻的話，他們說他們是從遙遠的未來回來的，回來就是為了看一看，並且幫一幫我們此刻所處的這個荒誕又無比關鍵的年代。這些昴宿星人講述了一個顛覆我們認知的說法，他們說地球是一座活的圖書館，是這片宇宙中最珍貴的基因寶庫之一，無數高等文明都曾經把他們最寶貴的生命讯息存放在這裡。而我們人類的身體原本是一個極其輝煌的設計，我們的 DNA 本來應該有完整的12股，連接着我們與整個宇宙的智慧。可是他們說，在非常久遠的過去，地球被一群只想着掌控與索取的力量接管了。為了讓人類變得容易控制，容易被收割，這些力量切斷了我們大部分的 DNA， 只留下了我們今天所使用的少得可憐的2股。從此，我們忘記了自己是誰，忘記了自己原本擁有的力量，像是被關進了一座連牆壁都看不見的監獄，世世代代在恐懼與遺忘中輪迴。而昴宿星人說，他們此刻回來，就是要協助我們重新喚醒那些沉睡的 DNA， 掙脫這座無形的牢籠。這個重新覺醒的過程，他們稱之為揚升。但是昴宿星人也給出了一個非常具體又非常嚴肅的提醒，他們說，在這場巨大的能量轉變裡，那些內心安定扎根於大地的人才能夠安然度過，而那些被恐懼、憤怒、混亂的頻率所淹沒的人，則可能在這股驟然升高的強大能量中迷失自己。他們用了一個很直白的比喻，如果你扎根了，你就不会被燒焦。无独有偶，在更早的年代，瑞士有一位叫做邁爾的接觸者，也聲稱自己從5歲起就與昴宿星人有過長達多年的接觸，透過他傳出來的訊息，同樣指向一個核心。昴宿星人深深憂慮着我們對科學的濫用，憂慮着我們在科技狂奔的同時，徹底失去了與心靈的平衡。他們說，他們曾經在地球上留下過後裔，他們願意幫助我們，但他們反复強調着同一句話：我們必須自己去修正自己的錯誤，否則就要自己去承擔那個後果。你發現了嗎？無論是13000年前凱西看到的亞特蘭蒂斯，還是今天昴宿星人反复傳遞的訊息，他們所指向的竟然是同一個十字路口，所講述的竟然是同一個關於力量與墮落的古老命題。而昴宿星人和亞特蘭蒂斯之間的關係遠比我們想的要深得多。在那些傳訊的訊息裡，反复出現着這樣一種說法：在亞特蘭蒂斯之前，地球上還曾經有過一個更古老、更偏向心靈與和諧的文明，它的名字叫雷姆利亞，也有人叫它姆大陸。而昴宿星人說，當亞特蘭蒂斯最終沉沒的時候，並不是所有人都隨着大陸一起消失了，有一部分人在災難來臨之前就離開了，他們把自己掌握的知識悄悄地帶向了世界的各個角落，融入了後来的古埃及，融入了中南美洲那些突然出现的金字塔文明。還有一部分人則選擇了轉入地下，從此隱沒在我們的視線之外。更重要的是，這些傳訊者說，當年那場亞特蘭蒂斯覆滅的巨大創傷並沒有真正的癒合，它像一道烙印，深深地刻在了許多人的靈魂深處。他們把這些人稱為星種，這些星種可能就生活在我們身邊，甚至可能就是此刻正在看這支影片的你。他們往往從小就有一種說不清的感覺，覺得地球好像不是自己真正的家，覺得自己的肩上仿佛背負着某種還沒有完成的使命。而那些昴宿星傳訊者反复地說，2026年這場巨大的能量轉變，最重要的功課之一，就是要讓這些沉睡了1萬多年的
關於亞特蘭蒂斯的古老創傷，終於被看見、被療癒、被放下。因為只有放下了上一次的恐懼，我們才不會在這一次再一次的重蹈覆轍。而這場覺醒，據那些傳訊者說，其實早就已經悄悄地發生在很多人的身上了。你有沒有發現，最近這1-2年，身邊好像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過去那種拼命賺錢、拼命比較、拼命往上爬的生活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厭倦。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想要慢下來，想要回到內心，想要去尋找一些比物質更深的東西。也有很多人會在某一段時間裡突然變得格外疲憊，情緒格外起伏，仿佛身體裡有什麼東西正在被重新洗牌。那些傳訊者說，這些都不是偶然，這是因為那股推動覺醒的能量正在一波一波地湧入這顆星球，喚醒每一個已經準備好要醒來的靈魂。如果你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感覺，那麼這位前考古學家想對你說，你並不孤單，你只是剛好趕上了這趟13000年才有一次的醒來的列車。而這個十字路口最清晰的坐標，這位前考古學家說，就落在我們正在經歷的2026年。就在不久前，有好幾位長期從事卯宿星傳訊的人，幾乎在同一段時間裡傳出了內容驚人一致的訊息。其中一位叫做甘乃迪的傳讯者，在2025年的秋天公開了一段他稱之為2026預言的內容。他說，過去整整7年，人類一直被困在一场看不見的爭奪靈魂主導權的戰爭裡，而這場戰爭將在2026年迎來它的最高潮。他說，2026年將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許多一直被隱藏的真相會在這一年浮出水面，許多看似牢不可破的控制系統會在這一年開始崩塌，而站在這一切面前的人類將被迫做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選擇。他把這個選擇描述得非常極端，一邊是繼續被奴役，另一邊是徹底的解放。什麼叫做爭奪靈魂的戰爭？什麼又叫做看不見的控制系統？這位前考古學家解釋說，你不妨想一想，我們每天睜開眼睛，是不是就被無數的訊息包圍着？那些刻意挑動你情緒的新聞，那些讓你不停滑動，怎麼也停不下來的影音，那些制造對立、煽動仇恨，讓你時時刻刻處在焦慮與恐懼裡的內容，他們在做的其實是同一件事，那就是不停地把你的頻率往下拉，讓你沒有力氣去思考、去覺察、去找回那個真正的自己。這就是那場無聲的戰爭。而卯宿星人說，隨着集體的覺醒，這些一直躲在暗處的操控機制會像房間突然被打開了燈一樣，一個接一個地現出原形。而最讓人在意的是，這麼說的不止甘乃迪一個人。在那段時間前後，好幾位彼此並不相識、身處不同國家、使用不同語言的傳訊者，竟然都不約而同地把2026年描述成一個分流點。他們用了一個共同的概念，叫做時間線。他們說，所謂的時間線並不是一條固定的單行道，它更像是許多條並行的可能性的河流。而你最終會流向哪一條河，並不取決於你嘴上希望去哪裡，而是取決於你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頻率的人。當整個人類集體的頻率開始分化，當一部分人選擇了愛，選擇了平靜，選擇了覺醒，而另一部分人選擇了恐懼，選擇了仇恨，選擇了沉睡的時候，原本同一條的時間線就會像河流分叉一樣，悄無聲息地裂成2條，再也不會交匯的支流。其中一位傳訊者甚至直接說，一個巨大的循環已經結束了。另一位則說，這場分裂將在2026年初正式定型。而這場2026年的分流，這位前考古學家特別提醒我們，千萬不要把它誤解成我們平常理解的那種對立。它不是這一派和那一派的對立，不是這個國家和那個国家的对立，也不是這個陣營和那個陣營的對立。它是一種更深、更隱微的發生在頻率上的分化。一邊是那些不管外面多麼混亂，依然選擇相信愛，選擇守住平靜，選擇把別人也當成一個完整的人來尊重的頻率。而另一邊是那些被恐懼牢牢抓住，
習慣用仇恨來凝聚彼此，用對立來相互取暖，用恐嚇與控制來換取那一點點安全感的頻率。你會發現，這場分化恰恰就是13000年前一的法則與貝利亞之子那道裂痕的原封不動的重演。當年正是這道裂痕最終撕碎了整個亞特蘭蒂斯，而今天同樣的一道裂痕正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正在每一場對話裡，正在每一次面對選擇的瞬間裡悄悄地重新裂開。我們究竟會走向和解，還是走向又一次的自我毀滅？這一次沒有任何人能夠替我們決定。也許看到這裡你會有點害怕，一場決定你流向何方的分裂正在悄悄地發生，而你甚至都還沒有意識到。那麼我到底該在哪一個時刻去做出那個正確的選擇呢？而這位前考古學家要告訴我們的，恰恰是這支影片最讓人心頭一震的地方。他說，那個抉擇的時刻其實已經過去了。請你仔細想一想，這些傳訊者反覆強調的那句話，決定你流向哪一條時間線的，從來都不是某一個戲劇性的命運攸關的大日子，不是某一天早上醒來，天空中突然出現了異象，然後你被要求在這個和那個之間二選一。真正決定你頻率的，是你在過去這一整年裡，每一天清醒的時間中所做出的那成千上萬個微小到你自己都不曾留意的選擇。是你面對一條讓你憤怒的新聞時，選擇了被它點燃，還是選擇了平靜？是你面對一個曾經傷害過你的人時，選擇了緊抓着仇恨，還是選擇了放下？是你面對鋪天蓋地的混亂與恐懼時，選擇了跟着一起沉淪，還是選擇了守住自己內心的那一點光？這位學者說，靈魂深處的主權從來都不是一個政治概念，他問的是一件更根本的事：你到底允许誰來書寫你內在的狀態？而當2026年已經走過了一大半，當這成千上萬個微小的選擇已經一天一天地累積成了你此刻的頻率，你其實早就已經用你這一整年的活法悄悄地替自己投下了那一票。你已經站在了某一條河流上，那個你以為還在遙遠的未來等着你的抉擇時刻，其實早就藏在你已經度過的每一個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日子裡，悄悄地過去了。如果說卯宿星的傳讯者們描繪的是2026年這場分流的開端，那麼真正把那個終點精確地標記在2027年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體系。在1987年，一位後来創立了人類图系統的人，在西班牙的伊維薩島上遭遇了一段他自己也無法解釋的經歷。他說，在連續8天8夜的時間裡，他接收到了一個聲音傳遞給他的關於人類未來的完整訊息，而這個訊息的核心指向的就是2027年。這套系統預言說，2027年將是人類經歷一次基因突變的關鍵節點，從那一年開始，一種全新的人類會悄悄地誕生。這種新人類在身體的能量結構上和我們現在的人已經有了根本的不同。一開始，他們會非常脆弱，甚至帶着某種殘疾，很難存活。但是這套系統說，當這些新人類3個以上聚在一起的時候，他們之間會開始交換頻率，形成一種共同的意識。他們能夠做到我們完全無法想象的事情，讓我们在他们面前仿佛一下子就變回了原始人。更耐人尋味的是，這套系統說，對於這種新人類來說，我們今天最依賴的用語言來溝通的方式，聽起來就像是一種刺耳的噪音。他們不再需要透過嘴巴和文字就能夠直接讀懂彼此。而從2027年開始，舊的人類和新的人類將會在這顆星球上共同存在長達1300年之久。這套系統還預言了一些讓人不安的趨勢。他說，地球的電磁場將會逐漸減弱，人類的生育能力將會持續下降，本世紀的後半段人口會大幅的減少。那個屬於創新、屬於集體研究與共享的時代正在走向尾聲，連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民族國家的概念都將慢慢的走到盡頭。你聽，這不正是另一個版本的大分化嗎？舊的人類
和新的人類，從2027年開始，朝着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分道揚鑣。也許你會說，這些末日般的預言，我們不是已經聽過很多次了嗎？從2000年的千禧年恐慌，到2012年的瑪雅末日，每隔幾年，總有人說世界要變天，可結果呢？太陽照常升起，日子照常過。那麼這一次又能有什麼不一樣？這位前考古學家說，這一次最不一樣的地方，恰恰在於它不是某一個人在某一個孤獨的角落喊出來的單薄的預言。你仔細看，從上世紀80年代末自稱昴宿星人的訊息，就已經在說2027年。在西班牙的伊維薩島上，人類圖的創始人也在同一個年代接收到了同樣指向2027年的訊息。而到了最近這1-2年，好幾位彼此互不相識的傳訊者又不約而同地把2026年標記為分流的起點。再加上凱西早在近100年前就反复描述過的那個能量過載、文明分裂的亞特蘭蒂斯劇本，這些訊息來自完全不同的人、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文化，使用着完全不同的語言和體系，可他們所指向的時間、所指向的劇情，竟然驚人的吻合。更何況這一次，我們的手裡是真真切切地握住了那塊足以改寫整個物種命運的水晶。當人工智慧的能力正在以我們追都追不上的速度向前狂奔，當它真的有可能在這1-2年之內就跨過那個誰都看不懂的臨界點，這位學者說，我們已經沒有任何資格再把這些警告當成又一個無關痛癢的玩笑了。那麼為什麼偏偏是春分？這位前考古學家說，春分這個時間點本身就藏着一把宇宙的鑰匙。在春分這一天，太陽會直射地球的赤道，整個地球的白晝與黑夜剛好均等，它是一個完美的平衡點，自古以來就是無數古老文明都極其重視的一個能量的轉換口。而更深一層的原因藏在一個叫做歲差的天文現象裡。我們的地球在自轉的同時，它的地軸還在極其緩慢地畫着一個巨大的圈，轉完整整一圈需要大約25920年。在這個漫長的圈裡，春分那一天，太陽背後所對應的星座會極其緩慢地向後移動，每隔大約2160年就會換一個星座。古人把這每一個階段叫做一個世代。我們剛剛走過的是雙魚的世代，而現在我們正在跨入一個全新的水瓶的世代。許多古老的智慧都相信，正是在這種世代交替的關口，地球會迎來一次背景能量的徹底大調整，一個舊時代的終結與一個新時代的開啟。而昴宿星恰恰就站在這條歲差的軌跡所經過的那片關鍵的天空之上。於是所有的線索在2027年的那個春分匯聚到了一起。昴宿星傳訊者所說的從2026年開始定型的時間線分流，人類圖所預言的從2027年開啟的新人類突變，雙魚世代的落幕與水瓶世代的登場，還有亞特蘭蒂斯那個循環裡反復出現的能量過載與文明分裂的古老劇本。它們像是好幾條源頭不同的河流，奔流了千萬年之後，最終都流向了同一個入海口。而從你看到這支影片的此刻算起，距離那個入海口已經不到9個月。說到這裡，也許你的心已經被壓得有點沉了。又是分裂，又是毀滅，又是倒數。難道我們所要面對的就只有黑暗嗎？並不是。這位前考古學家說，那些傳訊者在描述這場大分化的時候，其實同時也描繪了那條更光明的河流將要流向的地方。他們說，當一部分人選擇了愛與覺醒，他們所共同創造出來的會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人與人之間不再需要靠謊言與算計來相處，因為當你的頻率夠高，你幾乎可以直接感受到對方的心。在那個世界裡，恐懼不再是驅動一切的引擎，那種深深的匱乏感將會被一種前所未有的豐盛所取代。人們会重新記起自己和這顆星球，和身邊的彼此，和那一片遙遠的星空本來就是一體的。昴宿星人把這個即將到來的時代叫做新地球，
也有人把它叫做黃金時代。換句話說，這場分化並不是一場殘酷的淘汰賽，要把一部分人留下，把另一部分人丟掉，它更像是一個安靜的岔路口，一条路通往我們已經走了千百年的那條恐懼與分裂的老路，而另一條路通往一個我們在亞特蘭蒂斯的時代曾經無限接近，最後卻親手錯過的那個關於愛與合一的古老的夢。而站在這個岔路口的前面，到底要往哪一邊走，從來都是我們自己的選擇。那麼，面對這樣一個倒數，我們到底該怎麼辦？難道只能坐在那裡，無能為力地等待着那場分裂的最終定型嗎？恰恰相反，這位前考古學家想透過這支影片告訴我們的，從頭到尾都不是恐懼，而是選擇。你看，無論是凱西看到的亞特蘭蒂斯，還是巴夏所說的那面鏡子，他們傳遞的其實是同一個訊息。亞特蘭蒂斯的悲劇並不是一道無法改寫的詛咒，它之所以會重演，唯一的原因是我們始終沒有從中學會那個本該學會的東西。當年讓那個文明覆滅的，從來都不是水晶，而是人心的分裂，是貪婪戰勝了和諧，是支配戰勝了愛。而今天，那塊水晶又一次握在了我們的手裡，那一道選擇題也又一次擺在了我們每一個人的面前。那麼，到底該怎麼選？那些傳訊者給出的答案，樸素得幾乎有點令人失望。他們說，不要再用你的注意力去餵養那些恐懼與仇恨了。當一條訊息想要點燃你的時候，試着先停3秒。當整個世界都在催促你站隊，催促你憤怒的時候，試着先回到自己的呼吸。守住你的心，就像守住一盞在狂風裡的燈，因為你每一次選擇平靜，每一次選擇善意，每一次選擇相信愛，而不是恐懼，你其實都是在親手把自己一點一點地挪向那條更光明的河流。卯宿星人說，如果你扎根了，你就不会被燒焦。人類圖說，重點從來都不在於未來會發生什麼，而在於你能不能在這整個過程裡始終保持清醒。所有這些看似神秘的訊息繞了一大圈，最後都指向了一個樸素到不能再樸素的答案。在這個越來越混亂，越來越容易被恐懼點燃的時代裡，守住你內心的平靜，守住你對這個世界的善意與愛，守住你那一份不會被任何外界的喧囂所奪走的內在的主權。那個靈魂深處的抉擇時刻，也許真的已經悄悄地過去了。但是請你一定要記得，每一個當下，你都依然在用你的每一個念頭，每一次呼吸，重新地選擇着你究竟想成為哪一種人，想流向哪一條河。9個月，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亞特蘭蒂斯的故事會不會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裡迎來一個不一樣的結局？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一直都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卯宿7姐妹在440光年之外，正靜靜地看着我們每一個人的選擇。